只要看见阵容里有幸运儿角色，不用猜一定是队友赛前闪退或者网络不佳，我们只能祈祷他顺利翻出想要的东西被第一个照顾啊。论毒奶能力就没怕过谁。果然还是幸运儿被第一个找到，队友受伤我们知道几个信息：监管路头、位置目的。透过信号也知道相同和守门人分别秀露天和我们旁边电机。很快队友再次迟到，钟声提示监管一阶技能开启。因为没有自保能力，倒的又有点快。守门人发送信号决定不救，我来。但又因为倒在了香香同学的遗产，反正被打扰修不了阶，所以香香同学决定先救一手。以上我们总结出了一个问题：千万不要倒队友遗产。说到这里，插播一个菜芽曾经排位的经历。赛季中期的一次排位局，菜芽在大场出伤，然后路人队友先知开局在大门废墟招过。我们在修机时还不忘发送信号，但在发了3次修机信号后，先知还是带到了我们这里。那想到队友带过来，无非就是2种情况嘛：一是废墟可能没有板子了，不够安全才转点过来；二是根本就没看信号，于是我们把位置果断让给队友溜过来。但队友紧跟着吃刀倒地，就这样倒在了我们遗产机位置。与其相信队友没看信号，我更愿意相信是另一个原因。之后的高能是赛后先知说倒遗产的是怪我不发信号喷我的意识之后，一目了然。菜芽就直接确定了先知倒在遗产的原因是根本没看信号。说实话，毕竟发了3次信号被喷确实很远。但讲这个经历主要目的呢，就是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信号。要知道队友们的信号并不是没事做才发的，是一种提示，要你注意六鬼掌握节奏。而且也不是说六鬼时一定不能带到队友休息位置，如果你的六鬼位置是真的很刁钻，就可以把队友休息位置当做一个过渡点，但前提是有把握一定不能倒在这儿。过渡成功后赶紧离开，去往新版区，好让队友接着休息。好了，我们回到游戏。我们开好电机，马上香香同学也救下了队友，队友搏命结束，再次上野。对，没错，还是原来的配方，原来的椅子，然后飞天。之后就在我们快修好电机时，心跳出现，了啦。成功把对方隔在另一边后，我们转点带离自己遗产。我们上一号守门人来救人，香香同学去补我们刚刚电接，我来。然后队友用技能扛刀，顺利把我们救了下来。近视短板又是插眼怎么办？就利用技能眩晕盖拔。被勾回来，不慌。继续给队友争取开大门时间，只要有板子，我们还能继续亮。多说事不过3。被砸2次板子监管，开始熟悉我们套路，变得小心了起来。再找板子准备砸他。3连成功。闪现空刀就很真实。最后以平局结束游戏，再见。